长荣这几年来推展的这个，你看看，其实不要小看这些它每一年为长荣带来很大的收益哦，而且呢，更是很多老外他冲着这一种像 Kitty 专机啦，还有 Kitty 里面的所有的人物啦等等啦冲着他们而来的整台都是长荣近几年来风靡世界的 Hello Kitty 专机。我们从桃园机场飞到 Okinawa， 来到了那霸市。Okinawa 在台湾，它真的已经好几年了。那前几年Okinawa 在台湾开始呢越来越有名气，最主要的原因是，你说它早就有名气的是，那这个 Okinawa 呢，第一站是踏入日本的第一站，也是呢进入日本最便宜的地方因为以前的 Okinawa 团费比较便宜嘛来到这边去走仙人掌公园啊等等啊，首里城啊很多那现在这几年来 Okinawa 又再一次热锅回升了，为什么呢？因为慢慢的 Okinawa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邮轮常常来这边，便宜嘛，不贵嘛。再来呢，直航班机、廉价航空越来越多，请个一天、请个2天的假，飞个1个小时，你就可以来到 Okinawa， 还是一样算是踏入日本的国土啊。整个日本的氛围还是可以强烈的给你，再加上它的海滩、它的海岸，吸引了无数年轻人喜欢来到 Okinawa， 满通口对你来讲呢，其实跟在国内旅游比起来差不了多少，所以 Okinawa 就热闹咯。基本上你可以叫它坡上宫，简称也可以叫它坡之上神宫。坡上宫是建在珊瑚岩之上，走过鸟居之后，沿着这个小阶梯一段就可以上来了来到这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了Okinawa 大部分都是蓝天白云的天气，它是最不像日本的日本。它拥有了日本的神社，拥有了日本的捷径，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文化却又带有一点中华文化。Okinawa 的扶桑花，扶桑花大概不知道Okinawa 日本作者这个T 恤那个衬衫上面都有这个扶桑花的标志，很漂亮这也在坡上宫看得到，这个神社的御守也很特别特别的可爱反正日本每个地方呢都是这样子的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啦坡上宫的主殿我们进来看看呢，其实你说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坡上宫是Okinawa 的8大神社之首这个人物啦、雕像啦，充满了幸福啦、希望啦，因为进来对在看的加这坡上神宫建于岩石边的历史海上神社你了解不所以呢它特别的有名气。OK， 来，那我们现在呢，在前往了 Okinawa 那霸市的下一个地方，这个也是 Okinawa 的代表，叫做首里城。这个地方并没有确切的创成日期首里城在过去其实经历过数度的火灾以及重建，一直到了1923年，一度被首里议会决议拆毁。后来呢，伊东忠太、镰仓方太郎跟文部省交涉之后，才决定留了下来首里城位在海拔120公尺左右的位置
来首里城嘛是来 Okinawa 上大的一个重点，伊是 Okinawa 唯一一个上界有名声世界文化遗产。Okinawa 有特殊的历史背景，首里城跟其他的城比起来，更加特别，更加特殊。王国的兴起、兴灭，来到 Okinawa 欣赏美丽的海景，也别忘了来一趟历史之旅。日本世界文化遗产大探索，琉球王国的遗产群，来到首里城，朱红跟深绿两种非常鲜艳的颜色呢，就交杂在一起，留着琉球王国时代的建筑与历史。它非常有名的这个金城町石板路留下来的赤色，这个屋瓦还有这个绿色，这个绿化的城市边呢，都可以让你感受到这两种颜色强烈的对比啊。这也是 Okinawa 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那来到这儿，当然我们就会讲起了琉球的历史。历史上 Okinawa 跟日本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哦，在许多的思想方面跟日本相同，比如神子天孙这个理念是日本天皇家族乃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所以日本国跟日本王朝都是具有神性的国家跟王朝。琉球也运用了这个理念，琉球历史上的开端也是神灵派子女下来建国的哦。琉球相对于日本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理念，不仅仅是王室啊，将在背西东西，他们称呼为叫做什么神灵的后裔，也就是神灵的后裔来开枝散叶的，这是日本几乎没有的，也几乎非常的淡化的哈。所以呢，很多人说琉球的诸侯都是神灵的血统啊，王位的血统。它的民族性都具有神灵的血统，这也是琉球跟日本不太一样的地方哦。而以前的琉球其实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哦，并不是属于日本的领地哦，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说琉球人想要复国，要靠琉球最古老的文化传统呢？这也是很多人所了解到的，琉球的历史完全跟日本最早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哦。天孙是琉球民族原始的传说，在这个传说当中，天孙氏是琉球民族的起始点。Okinawa 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呢，葡萄牙的势力在15世纪以后开始在整个海洋上称霸。中国跟日本商人在后期17、18世纪以后的急速兴起，都动摇了当时琉球对外的交易啊！不只是如此呢，琉球这个小小的国家，也不得不针对海防等治安的问题呢进行强化啊！这些呢，都是决定琉球王国作为国家存亡最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琉球王国呢，从岛津氏15世纪开始呢，慢慢的呢，变得呢，强势了起来哈。那一直主张自己拥有对渡航琉球日本商船的统治与管理权，就是岛津氏啊。岛津氏呢，监视了这些没有得到他发行的印判跟判刑，印判跟判刑，日本话叫印判还是叫判刑啊哈，这叫做渡航证明书啊。所以迄个时真龙Okinawa 日本的商人呢，企图掌握对琉球的贸易，居心十分明显。毕竟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 Okinawa 就是这么一个小的弹丸之地啊，这么小的弹丸之地，你看看它的渔获资源啊，还有它往来日本之间的交通要道啊，多么的重要。所以一直以来呢，是很多人想要侵略它的，包含了日本的岛津氏哈。所以到后来呢，岛津氏事件呢，岛侵入侵事件呢，在 Okinawa 的南方岛屿展开来，独立自尊的琉球王国历史呢，在当时画下了狂暴的句点。这件事情呢，琉球王国实际上就被纳入了日本体制当中的一环了。我们从历史背景去了解到
琉球其实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王朝啊，独立的王朝。朝鲜在传统上面是中国册封体制的一员，最早琉球也是归于也必须要朝贡到中国的啊。所以这个历史变迁的很难说。我们现在来到了首里城，也就可以看得到琉球独立时期的整个琉球的历史啊。那现在的Okinawa 更强烈的带来的是一种度假的氛围啊。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来讲，尤其是北部的朋友啊，你想想看，你坐一个多钟头的飞机就可以到 Okinawa，比你坐高铁再开车到垦丁去还来得快嘛，对吧？啊。那再加上呢，去个4天3夜啊，如果他都自由行住一般的民宿，他可能1万多块，他就会感受到日本人统领底下的一个国家的氛围啊，日本人的干净洁净，日本人的管理，日式的风格，日式的文化，所以 Okinawa 在这几年来才兴盛起来。以前真侪中老人到日本佚佗，拢感觉 Okinawa 无啥哦。那今麦 Okinawa 真夯啊，现在因为今麦做一少年呢，就爱来 Okinawa， 感觉 Okinawa 这种非常单纯的度假风啊。那我们现在呢，继续在 Okinawa 的南城市啊，前往南城市。这一趟我们并不是坐邮轮来，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深入到比较多琉球的地方啊。现在我们继续呢，要前往下一个景点去啊，慢慢的往玉泉洞的方向，而玉泉洞也是 Okinawa 一个非常非常有名、风景名胜。文化王国玉泉洞。早期 Okinawa 在发展观光的上面呢，
玉泉洞是直接可以把整个 Okinawa 历史、风景、文物完整表达出来的整个情况啊。尤其是玉泉洞啊，当然现在对很多人来讲，一定觉得那个没有什么，因为现在的人呢，出国频繁了，看的东西也多了，眼界也越来越开啊，所以当然很多的东西看起来可能就没有当时20-30年前，也许你是第一次出国的人啊来的那种眼前震撼的美景啊。但是如果认真来讲啊，世界各地其实各有各不同景色文化的巧妙啊。玉泉洞算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大的这个钟乳石洞啊。建在这里面呢，还有旁边刚刚我们看到的文化王国村啊，合并在一起啊。除了可以看自然景观之外，你还可以看得到琉球文化就在旁边的文化王国完整的呈现了出来。那在这里面呢，永远啊，钟乳石洞都有一个特色哈，就是很清凉啊。可是夏天的时候进来到里面呢，会有一股凉意啊。但是呢，当然待久了之后呢，你会觉得空气不流通闷啊，也会有。但是刚初来乍到的时候呢，一走进去钟乳石洞，我都会觉得哇，这个够赞的哦。曾经在这里面呢，还有什么琉球王国钟乳石洞里面喝咖啡，感觉呢慢慢逛慢慢走哦，还不错哦。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地方其实它不靠海，是 Okinawa 比较少数比较不靠海的地方，就在世界文化王国旁边啊，玉泉洞在它的旁边啊。在这里面呢，王国村、玉泉洞、都市博物馆等等都有。我们刚刚从前面看到的太古秀、古民家、琉球的传统服饰等等啊，都是在传递琉球当地的文化尤其是它的那个狮子啊，有时候乍看一下还像那个澎湖的风狮爷金门啊，不是澎湖啊，在这里带有一点那种闽式建筑的色彩，很特别啊。那再走进来文化王国旁边的玉泉洞玉泉洞这里面呢，台湾其实也有钟乳石洞在垦丁国家公园啊。那你看呢，就是我们的保护啊，还有就是维护还有观光上面的塑造其实都远不及国外啊。台湾这几年来进步很多，但是以前呢，台湾在观光产业呢，简直是百废待举几乎都没有太过于管理得非常的好有很多的东西是要有设计美学的
世界文化王国里面的玉泉洞是日本3大钟乳石洞之一，全长5公里。它本身也是 Okinawa 岛上面许多洞穴最长的一个，也是日本第2长的地下洞窟。洞窟里面有850公尺对外开放参观，不是全部。全世界的钟乳石洞都是这样啊，大部分它不会全部都开放，因为它没有完全把它开采出来。这里面有许多壮观的钟乳石跟石笋啊，那个看顶管的结笋几个来啊，都可以追溯到几万年了，20-30万年前、1万年前都可以哦。钟乳石的数量高达了100万根以上哦，哇塞，那这还要用算的嘞哦，怎么算得完啊？但是呢，一样，就我说过了，在欧洲国家有没有？在日本，你看到的钟乳石洞，它就是给这类什么清幽，它不会用 LED 的灯呢打的五光十色啊，各式各样，有的还打上那种绿色的啊，对不对啊？不一样啊，这就是它所呈现出来的不一样的风格，所以我才会讲的那一句话说，有些东西呢，不是新品给它嘎嘎起的喝啊，变得不伦不类、不三不四啊，越简单的东西。对我们来讲越棒啊，我们越喜欢的那种神秘感啊，那种鬼斧神工的感觉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呢，从玉泉洞里面出来，在玉泉洞的外围啊，看看整个文化王国它的产物，它做的这种玻璃制品也好啦，或者是呢，刚刚前面看到的文化村都可以啦。这是我们这一趟来到 Okinawa。Okinawa 其实在台湾的市场呢，已经很久很久的时间哦，大概有30年的观光历史了。这几年来风行的不得了，越来越多人喜欢来这个地方啊。它带有的是淳朴、原始，带有一点的是呢度假的氛围，离台湾很近。